为什么要把两岸情势搞到现在这个样子？是不是在迎合共产党内部留岛不留人、血洗台湾那一派？到底谁是真正的卖台的？作为执政党，可以对自己内部的共谍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吗？一个盛楚英不够，还有一个去澳门的某助理，然后民进党还掩盖消息，所以民进党里面到底有多少中国共产党的内应？共谍案，郑楚英前立法院长游锡堃助理20万交保，这也是一个双重标准。如果是国民党的立委助理，那国民党立委都直接被抓起来了。可是20万交保，电子缴标也是轻办。我不确定到目前为止到底是真的还是冤案。那判断是真的的情况比较多，因为如果我拿自己来做类比，我当时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交保。真正有机会，把咱台湾人卖掉是假的人啦！你20万就发到高保，要笑死人！你处理了雅雅、恩琪、小薇，对不起啊，盛楚英20万哦，领导是靠二嘞，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个观察现行记。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我们也很难搞得清楚，到底民进党是真反共，还是其实他们是最舔共？绿营共谍案连抓2个，第一个郑楚英长期在绿营的立委办公室担任助理，收了数百万元交付机密给对岸。那他最重要的一个助理职务是在前立法院长游锡堃办公室，所以很多的国家机密都在这个时候走漏。这个消息第一时间爆出禁检。另外还有一个案子，民进党内部清查的时候发现，也是立院的助理以撰写论文为由到澳门交付资料，内容涉及我国政情发展动态，具有一定的机密程度。另外，根据绿营的名嘴爆料，这个盛楚英绰号马修，自称戏子山田孝之，积极经营戏子万里金山选区。2019年前往中国的时候，在有人牵线下被情治单位吸收。另外，也被民进党作为年轻优秀世代的助理送到外交培力营。所以这么夸张的事情，他竟然20万就交保，这个只是孤案吗？我们来请教前疑似共谍被查5年亲白统派侯汉廷。我不确定到目前为止其他讲的这些到底是真的还是冤案。那判断是真的的情况比较多，因为冤案大部分都是用来打击在野党，所以我们第一个先从个案上面来去做判断，因为当前的资料仍然是有限，那我觉得里面有一些蛛丝马迹。首先里面提到他的收受资金高达数百万元，这其实是一个不小的钱，因为如果我们比照前一阵子飞官或者一些军中的这个案子，他们是拍了一些军事上的机密传给可能是对岸，一件也不过才3万元、5万元，所以如果为真，那么他所传递的一定是大量重要的情报，而且应该是渗透的比较严重。第二，如果我拿我自己来做类比的话，我当时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交保，就是检察官问一问话，然后问完就走了。当然因为我很清白就没什么问题，可是这个助理他还有20万元的交保，然后电子缴标等等的，所以我觉得也是轻办。如果这个助理是国民党的立委助理，那国民党立委都直接被抓起来了，国民党的那个党部都直接被冲进去了，结果呢民进党的立委助理就他一个人抓进去，然后其他人通通都没事，作弊上官，这当然是一种双重标准啊。那梁文杰交代了吗？郑文灿交代了吗？都没有交代啊。那为什么民进党的立委助理去澳门说交代不清楚就可能是通匪？那民进党那么多人都交代不清楚，难道没有通匪的嫌疑吗？这也是一个双重标准。但我觉得更可怕的，蓝白的立委助理跑大陆才跑得特别勤，会不会这是像当初郑文灿案一样，先杀郑文灿再杀柯文哲，所以我叫做大公无私。所以我先抓民进党的立委助理，然后就告诉大家，你看他去澳门讲不清楚啊，他去大陆很可能被吸收啊。下一步就是来全面彻查蓝白立委助理。现在有亲绿的 KOL 意见领袖在发表这个言论哦。如果真的这样搞，那才可怕，那才危险。我们现在都是假设民进党的立委助理是真匪谍，但是他去抓蓝白立委助理，抓的都是假匪谍，那就是制造冤案、政治办案。而且蓝白立委助理如果也要查的话，那查的手段跟现在的手段那就不一样。就像我前面说的，如果盛楚英他是傅昆萁立委的助理，那会怎么样？那直接把傅昆萁就抓起来啊，先一样扣共谍、匪谍的名号，到时候就变成来比较。你看，那民进党就出一个盛楚英，国民党哇出几十个，罢免国民党立委，刻不容缓。未来的结果就很可能是这个样子。所以在当下证据没有太浮出来之前，不太愿意去评论到底哪个是真的或假的，反而要更加的去小心，会不会减掉民进党运用这种手法，反过来去迫害无辜，或者呢是去扣红帽子，说蓝白立委助理只要有去大陆的都有问题。同样啊，那议员助理也是一样啊，因为赖清德最新颁布的办法就是未来去大陆的时候都要有通报，公职人员都必须要事前的登录。虽然这个办法还没有通过，但这个精神是存在。所以调查局当然有各种的理由来怀疑大家都有问题。当然这也是调查单
单位的双重标准。那你看柯建铭讲说在国安问题上总召跟总统一样大，柯建铭讲林浊水也是匪谍，哇，那等于赖清德也认证林浊水是匪谍，那调查单位怎么不去办呢？另外一个我就更关注的点是，会不会现在这些极端反共派其实是跟中共的武统派里面的极端派结合，要挑起两岸最恶劣的战争，我就故意把台湾搞到最差，杀了很多人，结果他们坐飞机飞出去。而且这里讲到一个很实切的东西，新党在大陆待遇是最差的，因为新党做统战样板的就那么几个位置，那像侯汉廷这种就不具统战价值，因为他是内心就自认为是中国人。再来，国民党的统战价值也在下降，我都有马英九挑去成了，我要你们其他国民党要干嘛？然后民众党的统战价值还算蛮高，但是民众党随着柯 P 的陨落，统战价值也下降了，只剩民进党的统战价值最高。对于中国大陆来讲，最想要接近的对象当然是民进党，因为民进党执政，而且盛楚英他过去呢还在民进党内部的群组告诉大家，哎呀，我们现在助理调动很频繁，要慎防共谍，结果发现他自己嫌疑最大。所以如果你在不讲道德跟良心的状态之下，你加入民进党就能够获取最大的钱。在台湾内部呢，你就是青鸟黑熊死忠拥护，然后你搞不好还可以以当间谍的身份去跟大陆要钱，甚至呢还有机会可以一边跟美国要钱说，我拿钱来反共，然后呢你拿到了这个美国的机密再卖给共产党，然后实际上是个地下党员，哇，了不起！像我们这种怎么可能是中共的地下党员呢？对吧？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已经不知道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爱台湾。你想喊爱台湾爱最大声，是不是卖台湾卖最用力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所以我刚才一开始那个大哉问嘛，他是不是勾结对岸的武统派，想要创造对岸使用更暴力的武力的理由？因为你把紧张情势冲那么高，对岸的鹰派确实找到一些契机，所以这一些被渗透的系统是对岸的国台办系统吗？是对岸的统战部吗？还是反而是对岸的军系，甚至是鹰派的军系？这才是我觉得所谓绿营共谍案里面最让人觉得非常恐惧的地方。汉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细思极恐啊！这个我们千万不能够小看啊，中国大陆在台湾内部隐藏的这种特工。如果我们讲历史上，随便搜一下，蒋中正身边呢就有一大堆的共谍。光是大陆已经解密的资料，在台湾的中共烈士就有上千个。然后这边还看到一个网络上的相关报道，蒋中正身边潜伏最久的中共特务韩练成，被蒋中正之子蒋纬国称为隐藏在老总统身边时间最长最危险的共谍。因为当年在国共内战，所以当然是各式各样的手段各种的方法都要去做努力，所以当然国民党当时的作战各个情报作战的内容那马上中共就知道了，所以才有办法就是及时的去反击。所以两岸当前也是一样，台湾也会有一些情报跟特工人员潜藏在大陆，大陆呢也会有一些情报人员潜藏在台湾。那关键在于说你到底有没有办法真的去抓到，而且有没有办法真的破解，还是只是假抓共谍之名行整肃一己之实，这个才是我们要去讨论的。如果真的有人来窃取我们的军事情报、我们政府机密、收买政府官员，虽然我是统派，但是当然我们也是不支持这样的作为的。但关键你民进党不能够乱抓，像我就是乱抓、胡乱指控，对吧？林浊水也是共谍，柯文哲也是共谍，这就是乱抓。所以其实共谍案的背后，我们可以合理怀疑是民进党很恐怖阴谋。你觉得国民党跟民进党谁比较舔共？要看他们怎么舔啊。对，我只要想到赵天麟跟李梦燕，我都觉得很难讲。如果他们的立院院长助理是共谍，这算不算舔共？哇，这下子就精彩了。很多绿营的高官都在中国大陆做生意。当然，今天游锡堃有出来讲他感觉之前怪怪的啊。坦白讲，这种事后诸葛马后炮，全部都是干话。简单讲，我当然可以感觉得到，民进党现在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嘛。当然就推给盛助理个人的一个行为啊。这些绝亲们，你们一直觉得蓝营白营会不会投共，会不会卖共？我跟大家报告，你们越是这样的怀疑，他们越没有机会，因为他会知道他们一言一行都被睁大的眼睛盯着，因没机会啦。进前马英九去人讲统派啦，出卖台湾。各位，你们去回溯那个历史，你们认为假设马英九真的想的话，有机会吗？这是逻辑。所有台湾的年轻人，你们去想一想，你们的未来真的需要交给民进党嘴巴说一套，私底下做一套？所以相较于说把国家机密泄露出去，各位最有可能的是谁？当然还是我们的民进党。你在院长的办公室都会被渗透，你今天游锡堃讲那种不痛不痒，好像跟我没关系，这就不就是赖清德一脉相承执政风格啊？所以最可怕的敌人就在民进党内部，因为当傅崐萁去到香港，被人家骂伊没什么机会啦，真正有机会把咱
台湾人卖掉是假的人啦，所以我说你处理了雅雅、恩琪、小薇，对不起啊，盛楚英20万哦，林老师较好嘞，你20万就花到高报，笑死人。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观察现行记、百鬼夜行图。我觉得我们接下来就要看民进党你怎么弄。作为执政党，可以对自己内部的共谍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吗？一个盛楚英不够，还有一个去澳门的某助理，然后民进党还掩盖消息，谁是舔共？我就大声的说，民进党最舔共哦，因为最反共的通常最舔共。你知道深柜这个概念吗？美国当年发生好几次反同人士领导人，他最反同。反到最后有一天自己受不了，突然跳反说，其实我是同志，所以民进党应该可以叫做深舔共，或叫深共。我感谢靖检，因为民进党现在在推大罢免，丑化蓝白在野的监督，全部都是阿公啊的阴谋的时候，今天盛楚英这个东西一爆出来，民进党给水变大水啊！你民进党大罢免，你到底有什么资格跟立场呢？盛楚英这条价值只有20万，那雅雅、恩琪、小薇、赢剩啥？为什么民进党会让人家这么的恶心恶烂？就永远双重标准，哇，讲的义正辞严，嘴念经，手蒙灵，一切都在办理当中。听老师跟贺磊他们对比一休讲了，你办蓝白的速度不是这样的，所以你说民进党你要怎么说服大家呢？其实青鸟自己是最傻最笨，每天除了咕咕叫之外什么都不会，那脑袋瓜就跟杏仁核一样大。可是对他们越穷凶恶极，我就越怀疑你民进党里面到底有多少中国共产党的内应？你为什么要把两岸情势搞到现在这个样子？明明现在对岸的军演连航空母舰都开出来了，所以大家了解到底谁才是最大的共谍？为什么我特别提出深柜这个概念的疑惑就在这里？如果这么激进的去挑衅老公，然后现在唯一应对共军逼台的方法叫做共军只是外强中干，这都是国防部长说出来的话嘛？我现在严重怀疑政府内部有坏分子，而且已经证实有共谍了嘛？如果院长都可以被潜伏，那是不是霸占国？上面还有更严重的，只是助理被推出来当做挡箭牌。那上面为什么要那么激进的让台湾发生高烈度战争的风险呢？是不是在迎合共产党内部留岛不留人、血洗台湾的那一派？因为这样才可以合法合理的把台湾人杀光，那自己就走就好了。因为台湾死多少对他来讲没感觉。所以到底谁是真正的卖台的？